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持续来关心到的是这一场安市之乱。我们来看到执行长张学正王子复仇记正式开打。今天要来看看的是，当初张学正豪砸了338亿来救安市，赚钱之后却被荷兰给抢夺走。中国这一回要强势的反攻了吗？尤其针对了晶片市场，欧洲现在是在求中国来帮忙啊！晶片寒冬也要全面来袭。今天的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第一题，张学正这一回王子复仇记全面启动，他会怎么样来整顿？等到回到安市之后，会怎么样来整顿内部？而当初联手捅他的3位外籍高层，他会怎么来做处理整顿？会把他们给fire 掉吗？张学正当初是如何辛苦接手安市，将他整顿从一个不赚钱的公司变成今天的金鸡母，如今又被荷兰抢去，他吞得下去吗？第二点，习川会才刚落幕，川普都不想要再搞这一出戏了，针对安市的戏，川普不想要再玩了，为什么荷兰还是如今要硬碰中国？底气，荷兰的底气到底来自于哪里呢？第3点，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确实这样子的安市风暴已经持续的扩大，已经波及到的就是欧洲跟日本的这一些车厂，现在已经确定了日产会来减产它的部分的汽车，欧洲的整体汽车供应链冲击到底有多大？这一场风暴持续进行当中，今天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解读，来看到中核的安市之战哦。原本以为川习会结束之后，中美已经默许恢复安市的贸易，11月1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态度也是转为和缓。他说，中国商务部宣布要恢复对于这个晶片的出货。没有想到，我们来看到的是，才过3天而已，11月4号，中核现在是传出来有签了这个协议，叫做中欧稀土与半导体供应链临时的协调纪要。那么协调的主要是在人事跟产能上面有了重大的一些突破，包括特别承诺11月7号前何方同意恢复中国籍的前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11月13号前会解冻总部资产跟中国的业务的授权。但是现在外界比较关注的消息，就是有关于大家最在意的这一场股权的控制权。荷兰在这场协议当中并没有提到任何的字，也代表荷兰现在还不愿意放手。来看到，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当天的下午，也就是同一天哦，11月14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就特别点名了，他说10月26号的时候，荷兰单方面的终止供应链晶圆，导致中国的生产线停摆，才会造成这一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乱。外界也普遍认为了，当初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安市之乱，就是因为当时安市内部有3位高层，他们都是外籍人士哦，被指就是他们让张学正下台的，包括他们的法务官、财务官跟营运官。因此这一次张学正回国，大家就在看他会怎么样来处置这3名的这个外籍高官，被视为是一个王子复仇记。他要夺回的不只是职务而已，而是被荷兰夺走的中国晶片话语权。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张学正背后有中国的政府的支持、国家的支持啊，所以他的底气很够。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只是他个人的战争。也是汽车晶片的战争，中国要掌控有全世界的汽车晶片的主控权。另外一个部分里面，那当然也是公司跟他个人的战争嘛。我们很清楚，因为我记得我当初最早大概在1991年，我到法国去读书，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手提电脑正在兴起的时候，台湾的3C产品正在起来，台湾有很多的跑单帮的或者有很多的厂商，他们就到荷兰去试点我那时候也有几个朋友他们是台大也是电机工程毕业的，也是在这个电脑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本身也带了一些厂商的代表，也包括了台湾的后来著名的企业我们不讲名字他们都到荷兰去。在跟荷兰交手之后，就体会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荷兰人在欧洲人来讲被著名的小气，没有诚信，
会吃掉人的东西啊。他们在欧洲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跟荷兰人做生意啊，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什么信用卡的，也没有什么，一定就是我电脑给你多少，我钱要收多少，而且要收的是现金。这个就是我最早在30几年前，在欧洲的时候，跟我的朋友们，他们对于跟荷兰人交手经验中最深的体会就是荷兰人很不可靠，他们的最深的体会是这样。那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坦白说，我一知道的时候，我并不意外，因为马上回想起，30-40年前我们的台商在荷兰所遭受到的待遇，他们说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吃掉，他们是很狠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他们也想把这个安氏把它吃掉。那当然背后查出来的是美国，因为中国大陆很早就放出这个足够的证据跟讯息，因为在荷兰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有很多都是跟美国有关的。我相信这次在吉隆坡的会谈跟在这个韩国的会谈里面，应该是有可能极有可能有谈到这个部分。是。那很明显的，美国也知道这个问题也会涉及到美国的汽车厂商，因为你也知道，在晶圆这个部分，最后的封装跟封测是在中国做的。那一旦晶片进入了中国，那出不去的话，对于美国的厂商，现在日本的尼桑已经直接讲了，它已经停止这个生产制造了，因为晶片没有进来，也影响到欧洲的汽车厂商这么多，也包括美国的厂商在内。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就有一个最终的，就有点像稀土的这个关键的这种杀手锏在里面。是。虽然你的前端都是在荷兰做，但是最后的这一端是在中国做，中国不出来你也没用。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较量中，美国也知道，也影响到他自己的汽车业，而且也吃不下，因为中国就是用稀土，用各方面来跟你打。对。那最后荷兰撤，我个人认为张学正上来了以后，这3个人都要开除。没有话讲。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因为在欧洲做生意在跟西方人打交道大家是比狠的，你不狠，你软，人家你不狠，你以为你是宅心仁厚，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你软弱，你不行，你有本事你就把他们干掉。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干掉他们，3个人一个都不留，而且他们的派系的人，所有全部都要马上即刻清理东西，滚出去。我想这是张学正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好，所以张学正上台之后，很有可能就是立刻的开除这3个外籍人士大家把他视为是叛乱分子。那么我们之后就是要看张学正的动作。我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为什么张学正他今天可以如此的愤怒？因为呢，他其实当初拿下这一间公司是费了很大的力气。2018年的时候，他率领是文泰科技砸下了300多亿的人民币，收购了安氏，而且他耗时了2年的时间，分成3个阶段才成功的拿下100%的持股，实现了全面收购，是当时被视为是中国半导体行业规模最大的一起跨境的并购案，也展现了这位是张学正当时破釜沉舟的精神。我们请导播来看到下一章，而我们关键的来看到的是，为什么半导体业务当时这么的赚钱，荷兰却是轻易的放手呢？主要的原因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一开始安氏并不是怎么样赚钱的公司，是在张学正的经营努力之下，才华丽转身变成今天很重要的半导体金鸡母。那为何安氏卖给在文泰，也就是张学正接手之后可以快速的增长？关键点其实就是落在中国的市场。我们来看到，在收购之后，安氏的中国市场的营收是快速的暴增，从25%的占比，一口气几乎是2倍到了50%，并且中国一直在发展新能源车靠着新能源车的浪潮，车规的这个晶片月产能才可以达到80万片，支撑了它的全球15%的一个需求，瞬间的。安氏的毛利率从过去荷兰人经营时的25%狂飙到38%，产能利用率大幅飙升到95%，也坐稳了他们的一个经营模式，也就是在欧洲做研发，在中国还有东南亚国家做制造，并且在全球做交付的一个关键枢纽所以接下来要请委员来带我们看，川习会川普本来都已经让步了，为什么荷兰还要逆风跟中国持续杠去？而张学正花了这么大的努力，
把不怎么赚钱的企业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金鸡母，为何这时候被这个荷兰给抢去？这个被偷走的胜利，张学正除了开除这3名的外籍人士之外，还会怎么做？王子复仇。国家有2个义务，一个是保护自己境内外国人的权益，一个是保护自己人民在境外的利益。这是国家是否有能力的2大焦点。现在张学正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海外投资，遭到了这么无理的对待，遭到抢劫。幸好他有一个祖国叫中国，在外面给他撑着，所以他今天可以讨到相当的公道回来。但不幸，因为他的祖国是中国，所以他今天才温吞吞的去跟人家讨价还价。如果他的祖国是俄罗斯的话，那3个外国人马上被看报得丢到阿姆斯特丹的海港里面去了。中国就是和平的一个道路，所以不会采取这种激烈的手段。我讲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哦。大家想一想看，前几天不是有个俄罗斯的影子游轮吗？被法国的海军陆战队扣押，马上就放了。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就放话。你法国的船队是全世界第3大的船队啊，要从地球上消失是很轻松的事啊。法国马克龙再爱斗嘴，不敢吭一声，赶快放啊，赶快放。这个就是国家的实力，还要加国家的手段。中国是有实力，但是没有狠的手段，愿意跟荷兰和平相处。所以如果是俄罗斯的话，你那3个早就看报的啦，哈。现在这一场仗是中国一定赢了，只是时间问题了。那因为会给荷兰压力，也不只是中国还有这个德国啊、日本啊，都会给他压力哈。那荷兰这是丢脸丢他。其实说穿了，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这个案子是100%的贪污案，不是大家想象那种什么企业都不是。他怎么贪污呢？回过头来，那3个老外的照片，这3个在干什么？他们这3个在做的动作，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投资银行的叫做 leverage buyout， 就是我是主管，我想控制这个公司，可是我没有股权，我该怎么做？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去外面找钱，比如找投资银行啊、保险公司提供资金，然后让我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买下来以后，轮到我们的管理团队来控制这个公司，这个叫 leverage buyout by management， 全文是这样子的leverage 就是外面借钱，杠杆buyout 买下来by management 管理阶层这么做的。可是这个做了，他们通常要有政府单位的配合。那政府单位要配合的话，第一个就是说要找法律，让政府单位有个漏洞可以使用。这个法律是什么？他们用的表面上是什么几十年前的法律，其实最主要的支撑点就是美国把文泰科技先列为一个制裁对象，然后再加上50%的法则，你的子公司也要跟着被戒。他们用这个理由去告诉荷兰政府，你看吧，安斯半岛有没有制裁啊？前途茫茫啊！然后你要批给我们，冻结他所有的财产，冻结他所有的职权，由我们几个人来控制这个公司。换句话说，他如果用这个方式来控制安氏半导体的股权财产的话，他很轻松的在外面找到很少的钱，就可以来买下这个公司，不用那么高价钱来买。这是很标准的偷窃跟抢劫。那你说荷兰的财政部长懂不懂？经济部长懂不懂？当然懂，当然懂。那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因为要收红包。这一定是很大一笔红包。我公开指控荷兰政府这个过渡政府要下台，准备捞一笔钱，因为这政府已经选输了嘛，正要下台了，所以整个下台之前，这些人要准备捞一笔大钱，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干。那这个东西，中国对荷兰绝对不可以手软。好，所以看起来从荷兰的官员开始有收贿的问题引发了这一系列这样子一场大风暴。但是厂商是无辜的，不管是欧洲车厂或者是日本车厂，他们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掀起的是全球的晶片恐慌。来看几家重要的厂商，日商先来看本田部分的海外工厂10月28号被迫减产停产之后，最新波及的是日产，
你上部分的九州厂自下周起也会开始减产它的畅销车款休旅车。德国的采孚埃也被迫中断，员工要放起了无薪假。另外是博世旗下的工厂已经准备了要休假保命。来请将军带我们看到这一场汽车业的晶片寒冬。另外安世之争，将军又怎么看？中核最后谁会赢？我跟你讲，中国绝对不会输，而且一定非赢不可因为这个当然我们表面上面好像是两家企业的这个经营权之争，但是背后所代表的含义，代表中国跟欧洲两大这个集团的一个这种互相对抗。那试问一下，如果说安世这件事情中国让步来讲的话，那以后来讲，所有欧洲企业会不会有样学样？中国在这边比较好的、已经经营有利的金鸡母，他们就用这种抢夺、掠夺的各种手段把它抢夺去了。那此风不可长，此利不可开，这是第一个。所以中国非要把这场仗打到赢不可就动员所有全中国的所有的这种资源跟力量都要赢。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中欧这两个地方来讲的话，后续以后来讲，大家还是要彼此互相的合作跟共存那不能说借着用这种博弈、互相斗争的方式，那对全体来讲的话都不会有利的。所以这场战争所后面代表的含义，不只是安世这个企业权的争夺而已。那为什么我说中国一定会赢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家安世这家公司，它是主要什么？它是做汽车的这种半导体，也就是说，我们车子在开的时候，一辆车子大概有500片的晶片那个晶片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晶片，不是甚至于连成熟晶片都谈不上，它大概将近1-2千纳米的那种晶片一辆车子大概有500-600片，但是是在安世在荷兰那边做出晶片，然后完了以后，它到哪里呢？到中国的东莞、广东这边来做封装。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一个晶片你制造出来以后，经过设计，然后制造出晶片，然后完了最后要封装，封装完以后你才是可用的晶片。所以最后的这个出口端是在中国这边。那现在来讲的话，双方争夺到前一阵本来说11月7号的时候，已经有缓和迹象，也就让张学正回去再当CEO。但是没想到这个安世集团居然在这个时候又说了一句话，他不将这个晶片送到中国的东莞厂来做封装那等于说断了我没有晶片给你，那你看你怎么卖？对。可是问题是说，我说中国为什么会赢？第一个，在中国东莞厂，它还有很多库存，它可以现在用人民币供给在中国设厂的汽车公司，供给他们来使用，它还有库存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它不是很难的晶片也就是中国包括到中芯国际都可以制造出这种晶片，我只是后续来讲的话，到这个地方去安装嘛。那第三个，我认为张学正还有一家公司就鼎泰匠芯片公司，它一样可以设计它以后来讲的话，我用人民币来交易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中国在这方面一定会尽全国所有力量来帮助张学正以免欧洲其他的企业或其他国家政府有样学样，那确实是做了最坏的示范。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来持续关心的是，川普乱搞了这么久的时间，美国终于是看不下去了。现在人心思变输不起，川普自己输不起这个选举不公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做解读，到底怎么一回事？美国的内部火线话题，3个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川普执政了将近1年的时间，美国的民意现在大转向，民主党在这个时候翻盘了，尤其最新的一个选举红州已经变天了，这是川普的政策失灵吗？那么同样的，川普痛骂民主党是神风特工队正在毁灭美国，就算是这样骂，也救不了自己的选情了吗？美国人终于受够这一位自封为国王的川普了吗？另外，今天会来特别做关注的是纽约这一位最年轻的市长，他的照片在 CG 的最旁边。
边哦。34岁而已的他是曼达尼逆袭成功，他是一位穆斯林青年，凭什么这回让川普感到害怕，甚至气到发抖呢？他痛批这是共产主义经济噩梦的崛起。最后一个今天要来做关心的是，针对于川普的关税案是否违法，最高法院已经开审了对等关税案。现在大家都不支持川普，甚至是连保守派的法官都质疑川普有越权。如果败诉的话，川普还撑得住吗？他会不会为了其中选举吞下有关于关税的这一股傲气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持续做关注。好，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美国川普很喜欢一直称自己是国王，但是这一下真的是糗了，因为时间在4号4场的选举，民主党大胜，包括拿下1市长2个州，连红州今天是在维吉尼亚州都确定翻盘了。川普说呢，专家说呢，这是川普提前跛脚的一个警讯，也是象征民主党从谷底翻身。最新有一个这个智库，美国智库做了一个为什么民主党翻身的一个重要关键，包括美国经济一团乱，让民意转向之外，还有就是53%的美国人倾向和中国合作，而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正好是民主党正在打的。面对这样的败局，川普可气炸了，于是呢，他就在他的社群上面发文哦，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不检讨自己，他大喊要修正选举改革法案、选民身份识别法案，并且取消邮寄选票，还说自己不在选票上面，以及破纪录的政府关门达到36天，都是共和党败选的重要原因。CNN 这样做了一个分析，他说民主党大胜也代表民众对于川普执政的不满，未来美国的分裂，他很忧心哦，堪比内战。节目一开始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是川普上任后第一次的选举，民主党全面大胜，最大原因会是川普本人吗？他自夸创造了投资，还拿了这些关税，让中国还重启不管是大豆的采购、农产品，为何选民至今仍不愿意买单？委员怎么看？哇，选举的规律有时候不完全跟这些外在环境有关系啊。我觉得媒体有点的夸大，但是当然对共和党来讲，他满怀希望，有很多的挫折。纽约市长的选举，共和党要赢啊，如登天的困难啊。这一次并不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在选啊，是民主党跟民主党没有提名的库莫在选啦。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真相啊。所以只是说，因为选出来这个市长，他们是特殊的背景，是川普最不喜欢的背景。对。而另外一个也是民主党的脱党参选的库莫，是相对比较温和的，所以川普才会说是共产主义。不过因为那个在纽约市比较特殊，纽约市是一个美国这个外来的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什么印度人啊，什么那个犹太人啊。反正那个安哥萨选了很多节目都喜欢讲昂萨，纽约市几乎没有昂萨哦，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所以纽约市基本上都是民主党在执政的多哈，也是最容易选上黑人、犹太人、印度人当市长的地方哦，这是一个纽约市的特性，所以你纽约市输了就是一个立场的，因为以前人选的不会跟他挑战这什么福利法案啊等等啊，这个人会，对，所以我觉得川普未来就会冻结或者删除掉给纽约市的补助，大家自己再斗一斗吧。美国一天不斗皮会痒嘛。那再来 Virginia， 大家说是红州，不对，它是摇摆州。摇摆标准摇摆州，一下是共和党，一下是民主党。但这一次他们认为共和党是有机会的，没想到选了州长也输，副州长也输，我一大堆官都输了这个就是真的输了啊。照道理，你光一个州长，其他的有时候会平衡，各一半一半。他不是，因为每一次选举是好几个嘛，什么州检察长一大堆的，这是共和党全输。那这个样子就跟川普有关系了。那纽泽西输没什么意外，纽泽西本来是民主党的天下有点像台南市安什么安西区还是什么西区那标选举票开出来，国民党想赢如登天的困难。跟台北市的文山区，民进党想赢是登天的困难一样的道理选民结果决定了，所以没有想象中民主党那个什么大赢那有没有因为川普？当然有啊，联邦政府关门啊，他又说不清楚到底该归谁啊，他现在想要推给这个民主党的那个非法移民的健保的关系，
可是都已经被掩盖在其他议题里面啦。而且非法移民对这几个州是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啊。非法移民反而是在其他州影响比较大啊。那没关系啊，它最重要就是它关税打得乱七八糟啊，它的非法移民看起来也是可能也会兵败如山倒啊。这2个是川普选上总统最重要的理由。那他答应选民，我只要弄了关税，所有产业都会回美国了，就只有一个台积电，其他没了啊。所以台湾人比较好欺负哈。那其他的也不是因为曼达里的背景啊，什么东西啦都跟这些都没有关系。主要的是一招，他说房租不准涨价。纽约市自有房子的非常少，大部分都是租房子的。可是你冻结了以后，接下来房东不再盖房子，不再出租，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好，那我们持续关心这位被川普现在视为眼中钉的，刚刚我们提到的，纽约的最新的这个准市长，他是最年轻的一个纽约市长他叫曼达尼，34岁。川普在选前就已经非常的关注他，公开呼吁说不要投给他，如果你投给他的话，我就会撤回数十亿美元的补助。那他的背景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非洲的乌干达裔，那么父母都是印度裔学者，7岁他就移民到美国了，太太是叙利亚籍，信仰伊斯兰教，那么他的立场也是跟川普完全是不一样的，他是极左派，他说要主张向富人征税啊，冻结，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冻结房租，这是纽约人很在意的，并且扩大社福，最低时薪30美元。简直就是跟川普完全是相反的，并且他这次是透过 TikTok、IG 等等获得影响力，也获得了不管是纽约的年轻人、移民或者是中产阶级的支持。CNN 形容他是川普最怕的未来世代。他选后也呛川普说 "Turn the volume on"， 那么川普气的骂他是共产主义经济噩梦。赖老师怎么看？他是反川普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很鲜明也很活跃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演讲他的煽动性极强，他的推动力、爆发力极大。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民主党的，而且是在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城市纽约市在这个地方来当市长，那是反川普的一个健将。你想他在整个媒体的分量，有了这样的一个市长的宝座，他的分量当然又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个跟候选人就不一样他是现任的市长，然后他每天来挑战你这个川普，而他在民主党内，因为他的身份，他不可能选总统嘛，除非他们在修改宪法说不用在美国出生的可以选总统，那马斯克也有机会了但只要没有修改宪法，他是不能选总统的。那这样的一位不能选总统的纽约市的市长，他每天如果叫板川普，而且他的攻击力道很强的话，这个对川普来讲不是一件舒服的一件事情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子的，因为纽约市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城市，纽约是不能代表美国其实就好像巴黎不能代表法国一样因为他们是一个多元的、容纳力强的、创新的、前卫的引领很多，它不只是引领美国，它是引领世界这个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那在这样的一个重要城市里面，选出一个很有特殊特质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意外。但是问题是在于，他的政治指标很明显的就是反川普，对抗川普。那川普把他认为他是左翼、极左翼、社会主义、小共产主义者所以所有的这些，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甚至直接介入了这个纽约市市长的选举。他说共和党的不要投给他，免得浪费选票。你把票给这个同党竞争，然后在第一轮输的，然后脱党出来以这个独立参选人参选。他说你把票给他，而且还采用他介入阿根廷总统选举有效的手段，威胁纽约人，如果你把票给这个曼达尼的话，你将拿不到我们数亿美元的补贴等等的。但是威胁无效，这代表什么？代表纽约人对于川普的政策基本上是反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好，一方面我们是关注这位新崛起的新秀，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持续的关心是说，有关于川普的关税战，他会不会因为现在呢他的民调比较低，而未来做一个收手呢？因为这个他的关税战到底有没有违法？目前呢是在最高法院5号开庭审理了对等的关税案，那么包括了不管是自由保守两派都罕见的一致质疑关税是属于国会的权限，认为川普已经有越权了。那么首席大法官也说呢，税收是国会的核心权利。川普则是回呛这个关税战是国家的生死战啊。财长贝森特也说，就算违法，好没关系，我们也会找其他的法律来继续的征收关税。再加上政府关门进入36天，党内民怨沸腾，支持率在关于川普的持续下探。恐怕都会持续的重挫。2026年的期中选举，川普有可能会为此来收回他的关税对等政策吗？如果法院判他败诉的话，厉将军怎么看？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司法、这个行政跟立法三权鼎立的一个国家。那关税来讲，合理来讲应该是属于国会的权责，但是这个美国在1977年的时候，为了说是让总统如果有特殊状况的话，让总统可以特别这个行使的特别法案所以他通过一个法律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授给总统有这个权利来这个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但是没想到川普滥用这个权利。那试问一下，他在4月1号所谓发布这个对等关税的时候，那时候国际有没有到达紧急状况？我认为根本就是没有嘛。我相信全美国的老百姓也不认为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是处于一个紧急的状态，所以很明显的他是滥权违法可是按照川普的个性来讲的话，就算是这个全国都反对，就算是法院判决之后他败诉之后，我相信依照川普的个性，因为这个贝森特也已经讲了，他会援引其他的法案继续来实施他的对等关税对。但是原来他的初衷是这个希望将借着这个关税，将全世界所有的制造业再拉回美国来，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实施了半年以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不但没有将制造业拉回美国，而且造成美国经济的一个失衡。因为有很多企业主他会认为说，是我如果在美国投资这个设厂来讲的话，那可不可以这个赚到钱第一个，我工资本来就比较贵；第二个来讲，我的供应链还是要靠国外进来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多企业来讲并没有在这边投资设厂，而且你要建立一个工厂，不是1天2天就可以完成的。那如果说是3年之后，你川普不再当总统的话，那我这个厂是不是白投资了？所以造成美国经济的失衡。但是这未见其利，先蒙其害那让美国的老百姓现在所感受到的就是通货膨胀这个怪兽已经在开始在爆发了虽然说目前 CPI 指数大概2.4，可是核心的 CPI 指数已经到达3.0，所以我觉得美国民众也感受到这种。那除了关税之外，我现在不管是移民政策或者是它的所谓国际之间的那种外交处境来讲的话，都让美国老百姓不能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次选举他会大败的原因。是，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中美晶片战今天要来关心的是黄仁勋，这回爆出了一个真相，他认为呢 AI 战中国势如狂潮啊，尤其中国现在有几个优势，包括能源便宜、补贴猛、体制呢也比较快速，连辉达现在自己都承认自己看衰美国了，这是第一个，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解读的。第二件事情是碳基晶片这样子的一个新技术正式的量产启动了，中国接下来能够透过绕过 EUV 来弯道超车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美国在 AI 的霸权地位会不会不保呢？因为这一次不是中国自己宣告胜利了，我们要来看到是连辉达都不看好，因为黄仁勋自己亲口说的，他说美国恐怕在人工智慧的竞赛当中会输给中国。金融时报特别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现在中国的优势包括了中国地方政府针对采用国产的 AI 晶片资料中心啊，电价是直接给了减半的补贴，甚至现在还有所谓的算力特区，用政策去强力支持这些地方。3个地方包括了甘肃、
贵州、内蒙古都因为现在能源比较便宜、地价比较低，还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哦，成为了新的 AI 伺服器的重镇。同时啊，美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确实它的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然后比较繁琐的，政治上面的争吵跟审查也要比较久的时间。所以黄仁勋现在认为，美国各州哦推出自己的 AI 新法，形成了50套不同法规，都是在扼杀他们的发展。相较之下，大陆有国家力量跟产业的整合，都有利于在未来 AI 的发展上做全面的逆袭跟超车。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黄仁勋他的这些说法，你怎么看？中国能够靠体制来反杀美国吗？黄仁勋是 AI 的设计者哈，然后提供晶片的，但他本身不是晶片的制造者，因为晶片的制造者过去是依靠台积电嘛，他现在想分散风险啊，对，所以英特尔或者是到三星那边去分散风险，那这样的话对台积电当然不见得是一个好消息了，但是很明显的。它是提供晶片的，那就要看说美国跟中国大陆在竞争 AI 的时候，这个 AI 的这个市场的应用面谁大，谁大谁就赢嘛，谁小谁就输嘛。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谈到这个中美的竞争，你又要回过头来谈到有关于开源跟闭源的问题。啊，很明显的，中国的开源已经告诉你说，我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方法，那达到啊这个 AI 的运转。美国人是说我要用比较贵的方法，所以是垄断性的，那这又形成了这个开源闭源的垄断跟普遍性之间的竞争。目前本来美国是要压的欧洲要跟着他走，现在欧盟很明显的也走向开源。那我们也看到东盟啊很多国家他们都觉得我便宜的都能做的话，像印度也很明显的不追随美国了嘛。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本身的一个基础条件。那除了这个基础条件以外，那接着就要看的是哪一个国家发展最大。那当然，中国大陆目前来讲，所有的 AI 大家都发现它的算力需要大量的电，对，你没有电你不可能，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电怎么办？川普也急得不得了啊，所以川普他说我要发展核能，他已经宣布了嘛，所以我们看到新屋现在啊这个开心的不得了嘛，啊说哎呦这个以后的市场很大。可是问题是，核能电厂要盖多久？要花多少时间盖？是1年就可以盖起来，还是要5年、10年？它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你这个能源的供应，很明显的基础设施，美国的现在的能源的电力，很明显的是少于中国的电力。而中国的核能，目前来讲，在盖核电厂中，中国的核电厂占1半。再加上中国有清洁能源，那清洁能源再加核电厂，再加火力发电。那这个部分里面，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它的能源的政策很明显的是成功的，而美国落后了。黄仁勋的焦虑就表现出来了，因为能源你要在短时间内你要赶得上中国，我觉得他认为他是悲观的，我也觉得悲观。是美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能源赶上中国，那一旦都是在工业化发展，那你的能源不够你怎么办？接着当然他就讲到环境的问题了，然后另外就是政策支撑。美国坦白说，它没有计划经济。啊，它没有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的相互搭配，也就是说，它没有国家市场的指引。那在这个部分里面，美国很明显的在结构上，在政治体制上，它一定是输的。这个摆得很明白了。那只是说你现在认还是不认而已。是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用国家之力政策来支援中国发展 AI 哦。那另外一方面，产业界他们其实也在这个晶片的技术上找到了解方。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这个晶片材料，现在也弯道超车哦。接下来可以不要用 EUV 吗？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正式的是看到大陆跨入到了是碳基晶片的时代。那么重庆这个地方首条的碳基集成电路生产线已经正式的量产启动，预估2028会实现年产能达到10万片。了解一下它的性能哦，会直追7奈米的细基晶片。那它的优点是它的功耗比较低，散热比较快，而且速度会更猛10倍。关键是不用靠 EUV 了。相较于这个细基晶片，它有许多的优势。委员又怎么看？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哈，因为碳基晶片目前用的叫做碳奈米管哦，叫 Carbon Nano Tube 哈，这样来做的。这种碳纳米管呢，可以做到可以取代那个细晶片里面那种晶体管的这种效果哈。而它的布线啊各方面呢，它是属于比那个现在细晶片更高一级的。
换句话说，你要做到极高端的这个晶片，或者是极高低耗能的，或者是极高频的通信用的晶片的半导体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可以用比较快速的方式来把它做出来，就突破我们所谓的摩尔定律啊，物理的摩尔定律。因为你让那个细晶片已经做到了2奈米啊，已经快做不下去了。然后同样的效果，不要到2奈米，用这个碳奈米管就可以做出来。那碳奈米管现在还没有量产，还在这个试产的阶段，但是已经相当进步了。这个研究碳奈米管的厂商哦，随便念一锅你都知道了。台积电、IBM 啊、Intel 哇一大堆啊TI 都有在研，还有三星都有在研究这个碳基晶片、碳奈米管那中国大陆挑战当然很多了你说要不要 EUV？ 肯定答案要，还是要然后这个，但是问题现在。在目前还没有高密度的量产的 DUV 就够了，DUV 够。但是未来真的竞争阶段还是会到 EUV，到极高端的竞争还是要。所以这个媒体报道说，各位弯道超车，如果突破的话，它可以用 DUV 做出来比现在的EUV 做的还要好，这是事实。但是如果同样人家用 EUV 来做，又赢过你啦。用同样对其他人用碳基也用 EUV 来做，还是会赢过你用 DUV 做的碳基管。是这样就知道这一个先后顺序，因为它是一个下一代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到碳基晶片的碳奈米管这个一定会来而且史丹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中国的清华大学都投下了庞大的这些做基础研究还有中国大陆很多研究机构来做。那谁输谁赢，不知道不知道。好，这个是中国大陆的最新的晶片技术那么我们也持续关心。那大陆政府现在呢，已经要求他们的企业要完全的去美化，建立一个比较长期的战略方法，就是他已经正式的下令了，所有国家拿钱的国家的这些新的数据中心，一律全部禁用美国的 AI 晶片，而且他还规定如果说你的这个进度没有到30%，就直接清厂重建吧。那么所以现在呢，企业都已经立下了他们的一些目标。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移动，他说呢，2028年前会建成10万张 GPU 的集成，那么全部都会使用国产晶片，包括上海跟北京也说了，2027年前他们的国产晶片比例会高达70%以上，会正式的摆脱对于西方 AI 晶片的依赖吗？厉将军怎么看？这真的是一个大新闻这个原来中国一直想要跟美国买晶片嘛原来说买 H20的，结果没想到这个美国还拿翘结果中国说你 H20有后门，我直接不要了，不环保那现在来讲的话，连 H100他都不要，不但连 H100他都不要，连贝克威尔前2天我们还看到习近平跟川普还在那边谈，我们还在讨论说是有没有可能把贝克威尔这款先进的晶片卖给中国那川普还在那边讲说，不会，我们不会卖给中国这个贝克威尔最先进的晶片，结果没想到中国今天宣布说我不要了，我自己来做如果说甚至于说这个全中国来讲，你要是拿政府补贴的这种电力的钱的这种企业来讲的话，都不可以有美国的晶片，不只是 NVIDIA， 连 AMD， 连这个 Intel 都不可以有。所以那中国哪来这种底气我们可以看出来，从3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来讲的话，中国认为自己这个国产可以这个晶片可以国产化这代表中国准备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准备力战到底而且他已经定出来目标，就是在这个2027年的时候他现在来讲的话，晶片要达到70%以上国产的自制率。那目前来讲的话它国产化是已经达到43%那在2027年这个它总共要达到83%，甚至有可能达到100%。那就是为什么？就是刚刚这个蔡委员所介绍的，他如果说是他能够弯道超车用这个碳当做基底来讲来制造，就有可能避开 EUV 这个关卡，然后弯道超车成功。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资料中需的这个供需平衡那以刚刚来讲的话，就是在甘肃、贵州、内蒙这边来讲的话，我提供给你便宜的电价，补贴你1半的电力。虽然说你现在用辉达的晶片
是会比较节能、比较省电。那你用这个国产的晶片是会比较耗电，但是我国家补贴你，补贴的好处之后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黄仁勋也有讲嘛，这个 AI 来讲的话，中国人才很多哈。那如果说是这个企业来讲的话，他买了国产的晶片，那这些制造晶片的企业，他有了钱之后，他自然可以去请这些高端技术的这种人才，还有它可以扩充它的技术设备，我觉得就变成一种所谓的良性循环哈。第三个来讲的话，那而后来讲，我相信中国来讲，它企业来讲非常的庞大，它不管是我们现在看到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腾讯这些来讲的话，它都有很多的这种所谓 AI 晶片的需求了哈。它目前来讲是企业产业是今年去年2024年是185亿人民币哈。那预估到2027年的时候可以翻2倍到776亿人民币那么多。那我有那么多的一个市场的需求，那我当然有这种底气来跟美国叫板。我觉得这一把来讲的话，看得出来中国在 AI 晶片方面来讲，它彻底的摆脱美国。那我想说，黄仁勋这时候应该一个头的莫雷修在那边烦恼不知道怎么办哈。他贝壳威尔晶片如果卖不出去，其实对他企业来讲的话，可能他没有经费在做尔后的开发跟人才的聘请。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中美的太空竞赛是胜负已定吗？现在我们来看到的是大陆现在有了天宫，还有这个 AI 悟空，还披上了这个防弹衣。中国太空人大啖牛排怎么一回事？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这一场看不到烟消的战场就是太空竞赛。好，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刚完成创举的是神舟2020号，疑似呢却遭到了太空碎片的撞击，因此呢推迟返回哦，也凸显了太空垃圾的问题，现在确实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但是呢，大陆早就已经料到这一天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在9月底的时候就把它的太空站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怎么做呢？包括加装了这个全新的太空碎片的防护装置，堪称为天宫。披上了太空的防弹衣，并且加入了大陆自己研发的这个 AI 模型悟空，来帮助他们的太空人可以提升任务的效率跟它的安全度。那么节目一开始要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这个大陆的新技术，能够做到太空防御跟反制的双重能力吗？已经能够有能力来应对中美之间的太空战吗？赖老师怎么看？太空战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有效的防护啊，也就是说。即使川普所谓的这个金琼计划啊，也只能是保护地面上的地球的这个美国的安全。但是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它不能有效的防护，即使它建立4层的防护网，它基本上也是无效的啊，因为还是可以突穿。俄罗斯普丁现在就告诉你说，我可以用海燕，我可以用波塞冬，就是海神的这个核动力的。核导弹我可以制造海啸把你吞灭，所以你制造的那个金琼是毫无用处。在太空更是没有办法，太空基本上你没办法有效的防护，所以太空战基本上就是相互摧毁对方。例如说我打你的卫星，你打我的卫星，这个只能够这样做。所以一般来讲，太空战绝对是攻击性的，不是防御性的。美国人跟日本说，我们建立太空军主要是为了防御，那是胡说，那是欺骗，因为你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卫星的安全，你只能够去摧毁对方卫星的安全的存在而已。可是按照国际太空法的规定太空站你不能去攻击的。目前来讲，这个太空人是地球的资产。太空人如果他从太空降落到地球的时候，在任何一个地方，所有的任何人只要发现太空人降落，都必须要去协助他们、救护他们，这是规定因为它是国际资产，它不是属于个人。我想这个部分你们要先确定。所以基本上来讲，太空站是不能被攻击的。如果美国假设去攻击中国
假设是剩下唯一的人类间最后的唯一的太空站的话，美国也不可以攻击。一旦攻击的话，那一定是两国的核大战的开始。对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现在的最大的一个困扰是在哪里？是太空垃圾的问题。太空垃圾过去日本曾经有想过用垃圾网来去捕捞，也就是说在卫星里面发出那个垃圾网，去把垃圾捕捞回收，然后再送回地球的时候，让它在大气层被燃烧完成这是一种方式。因为太空垃圾已经对于很多卫星构成了很多的威胁，也就是说，例如说很多卫星它的动能是靠的太阳能板，而卫星本身被这个太空垃圾炸到的话，撞击到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失能。还有很多的卫星，它会，例如说有些国家的卫星做的品质比它差，它在太空一段时间以后，它会自己解体，就制造成为太空垃圾。有的是它的动力失去了，它往下坠落的过程中，它就慢慢的就解体了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太空垃圾。那现在人类间还没有办法定出一个有关于太空垃圾的管制办法跟回收办法。有的中国大陆前段时间也曾经尝试用机器手背去夹垃圾，因为也就是说在太空漂浮的垃圾中，我是不是用机器手背把你夹起来，然后把你回收送回地球，然后在大气层的过程中都把它燃烧掉。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大陆对于太空的研究跟了解确实进步的速度非常快，这也就是让美国压力很大的原因。是好，太空垃圾的问题还在寻求这个解决的方案当中，但另外一方面，刚刚提到的嘛，国际法规定是不能太空站进行攻击行动的，但是我们来看到美国这个时候却在加速的，它的是太空军事化。美国媒体自己揭露的，他说呢，美军的太空司令部即将部署2款全新的太空武器，包括了这2款叫做第一个牧场，第二个叫做远端模组终端机，目的就是要中断，然后干扰包括来自于中俄的卫星通讯，要瘫痪它的整个太空网路。连美军高层都自己承认说，确实有这件事情。那么包括了他还在说呢，指控中国自己也在演练所谓的太空空战，而美国还说，中国说的这一款太空垃圾捕捉器的民用设备，其实根本就是轨道的杀手，可以进行无声的接近，推动目标，改变轨道。委员怎么看？其实现在都刚开始而已啦美国所谓部署的牧场，其实那个翻译应该翻译做草地 （Meadowlands）。它的概念是什么啦？就是我弄出一个场域，一个等于是一种电子作战。然后可以干扰在这里面我所要干扰的卫星或者太空武器它就是名字叫 Meadowlands 草地应该叫做 range 就翻译不一样牧场应该叫 range， 这是草地，翻草地比较正确那第二个呢，它所谓远端控制那当然我们了解到现在的不管网络通信技术都进步，要从地球上去控制太空中的一个 terminal 一个任何一个仪器。那这个仪器其实说上就是一个人造卫星，这人造卫星完全贴地面上，因为有时候人造卫星打上去的话，就是控制通讯大部分都还依赖它机器自己在运作。可是要从地球上随时指挥它去攻击某一个地点变成武器化，难度还是蛮高的。那现在美国人所想的精穷是什么设计呢？就是当比如俄罗斯发了一个弹道导弹的时候，只要飞出了大气层进入太空状态的时候，然后它就可以先侦查知道它的轨道，第二个锁定你以后就用这个所谓好听一点叫远端控制什么器，其实这是杀手卫星了，跑去怎么很快速的去撞它，因为太空没有空气，所以那个速度可以很快来攻击它，或者跑到那附近里面去爆炸，反正美国人这个想象很多了那这些东西有没有用？你说不能说它完全没用也不对，可是有多好用那就是一个问题，精准到什么程度？像他们军队的研究就说，我精准武器要精准到什么程度？我要投弹的时候要投几颗才会打到，对不对？我这个导弹的话要在圆周公差要几米内3米呢、5米呢，还是30公里，那就别提了所以讲的精确度现在都还不知道没有人看过，都是还在实验室阶段里面了。那对中国会很难吗？可能不是很难。现在问题来，因为中国是高超音速导弹最发达的国家
这个俄罗斯有，但是还是跟中国有点距离。中国种类多嘛，速度快嘛，哈。那这个进入这个太空的时候，那种成坡体，你要卫星拦它，那个难度会非常非常的高。是，所以我是觉得双方面的竞赛刚开始啊，所谓说捕捉太空垃圾跟这些东西不太一样。捕捉太空垃圾，当然技术档次很高，练久了以后。它就会变成攻击武器，可以回收你卫星。你少收了，根本就是要拦截对方的导弹用的。你拦截那个太空垃圾的技术发展到拦截对方的导弹，那就不太一样了哈。对，重点其实目标大家都想要用太空的卫星去拦截对方的导弹真的是终极目标。那个高超音速导弹的速度可是比太空垃圾快很多了，快很多。不过这是目标，那这个整个中美在这方面技术竞赛刚开始而已哈。好，这一场技术竞赛，我们要另外一方面持续看到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个反差哦，是中国的神舟21号太空人，竟然是在太空站上面还可以启用它的热风烘烤机来吃东西，吃的很丰富哦，包括了烤鸡翅、烤牛排，还有190种的菜色。那大家就在反观说 ，NASA 记得吗？就是去年我们还在做报道的，2名太空人搭乘波音的太空船升空，却因为这个推进系统出问题，导致2个人本来是8天的任务变成了9个月。返回地球之后，我们都画面上可以看到有照片，这太空人的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退化跟异常等等。中美太空竞赛谁会取得最终胜利？李将军怎么看？其实能够在太空站里面这个烤鸡翅、烤牛排是很高超的技术，因为我们以前看美国的太空人在太空之中。他们吃的食物叫太空包，就一包一包拿出来以后，顶多就是微波，然后那个塑料袋撕开来以后，它几乎是用这个果冻的方式用吸的来补充营养。那没有人说是在太空站里面烤这个牛排的啦。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家里头烤牛排的话，如果你家里面通风不好的话，那个油烟味是很重的，你知道。那你在太空站里面，你不可能把窗户打开让那个油烟散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你怎么样让这个空气之中能够过滤掉，能够保持太空站的空气清新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这个相当高的高科技那美国这2位太空人，什么叫鸡腿症呢？因为他们在太空之中没有运动嘛，在太空之中待了9个月，完全没有运动，那肌肉这个能量就消失掉，所以腿就变得很细，他们叫鸡腿症。那因为在太空之中没有重力所以它人体的水分会这个向上面这个不会往下肢来这个活动就往上飘，往上飘来我讲的话。那水分就变少，那整个腿就变细细白白的，他们称之为这个婴儿症那但是中国太空船上面，这个太空站上面他们有运动器材，每天要固定去那个运动器材那边做健身运动。那倒不见得是要目的不见得是要练肌肉，而是让他们能够保持正常的体能状态。那这样的话，如果返回地球之后他经过很短的时间复健，才可以恢复在地球上面有重力状况之下正常的生活。那刚刚讲到这个太空的未来作战来讲的话，你要知道我们战略学者有所谓的海权论，有所谓陆权论，你知道还有空权论。空权论是意大利的战略学者叫杜黑他所提的叫空权论。他认为说是未来谁能够掌握这个空中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到太空。他认为谁能够掌握空中，谁就能够掌握世界的优势那现在来讲，不只是空中，甚至于发展到太空。中美2国现在目前也积极朝太空在发展。我们看到美军它已经正式，它有一个所谓太空司令部，已经正式成军了有一个太空司令部，那负责太空的所有的一个作战战略的一个规划。那中国也有相关的，所以你看中国来讲，它不叫做我们台湾叫空军，